本节课呢是材质篇的最后一节课，也是一堂练习课。我们会利用我们前6节课学的内容呢，给这些模型上材质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这个狐狸我们上堂课已经做好了，我们把它给隐藏掉。这个 UV 编辑器也不需要了，我们把它拉上去。我们只要一个视图窗口和一个着色器窗口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给这个树桩上色，我们选择这个树桩，然后给它新建一个材质。这个树桩呢，我们会用到一个混合纹理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给这个树桩加一个纹理，我们选中这个原理化 BSDF， 然后 Ctrl+T， 因为你装了 Node Wrangler 的这个插件嘛，它会自动给你加上这3个节点。我要给这个树桩一个从下到上的渐变，所以呢，我选择纹理坐标，我们选择这个生成就好了。然后我们 Shift A 选择一个转换器颜色渐变，然后我们再 Shift A 选择一个分离 XYZ， 这个也在转换器里面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分离 XYZ 的这个 Z 方向的连给这个系数。因为我现在没有打光嘛，为了方便观察呢，我是把这个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场景视图着色模式，然后把这个场景世界和场景灯光的这个勾选去掉了。好，这个图像纹理我们暂时不需要了，我 Ctrl+X 把它给删掉，然后把这个映射节点的矢量呢连给咱们这个分离 XYZ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渐变纹理的一个连法。这个我们在第2节时候讲过哈，你可以控制这个颜色渐变的这个节点，然后去改变它的颜色。我们给它改一个从深棕到浅棕的一个颜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给这个树桩再加一层纹理，一层树纹的纹理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当时怎么做这个蘑菇的吗？你可以把这个蘑菇打开，你看看当时我们这个蘑菇的节点是怎么连的。我们当时蘑菇用了一个混合颜色的节点，然后做了一个蒙版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怎么用这个混合节点做蒙版。好，我们选择这个树桩 ，Shift A 新建一个转换器混合，然后把这个混合模式调成颜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图像纹理。然后我们打开咱们这个树纹的这个纹理哈，这个纹理大家可以到咱们的那个附件里面去下载。我们把这个纹理呢一个给 A， 然后把这个渐变颜色呢给 B， 然后再把这个混合的结果呢给这个原理化 BSDF。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图像纹理共用一套这个纹理坐标体系哈，把这个矢量输给这个图像纹理坐标。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生成的纹理坐标嘛，所以说它有一个拉伸，我们换成这个 UV 的纹理坐标看看。现在会好一点，但是它还是有一点太宽了哈，我们稍微调下来的缩放，我们选中这个 XYZ， 然后一起把它缩放一下，这样应该是差不多了，这个纹理看起来就比较自然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用这个颜色输给这个系数，然后它是个黑白的颜色嘛，所以还可以做一个蒙版。那这个蒙版反了哈，我们可以 Alt+S， 把 AB 的个调换一下，这样看起来就自然多了。这都是前6节的内容了，我就不解释为什么了啊。你看过前面的课应该就知道黑白颜色就可以代替0到1的值嘛。好，我们 Shift A 再复制一个颜色渐变的这个节点哈，我们加给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白色的这个树纹有点太深了哈，太明显了，不太好看，所以我就给它改个颜色。改个颜色一般我就会用这个颜色渐变去给它更改颜色。好，这个颜色我稍微让它有点浅，但是也不要让它太明显，就这样差不多，你觉得满意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这个材质命一个名字 ，TreeStorm。给材质命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哈，大家一定要养成，这样的话以后你找材质会方便很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选择上面这个苔藓，我们用一样的这个方式，也是做一个混合的蒙版。我们这边我们不新建了，我们找了这个 TreeStorm 这个材质呢，然后把它复制一个，你不要直接在上面改哈，复制一个，然后给它改个名字苔藓吧，叫 Moss。这个顺序一定不要忘了哈，就要先复制，然后再改名字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你之前的材质了。好，我们来改一下这个苔藓这个颜色吧。我选了一个从青色到绿色的一个渐变，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还是一个 UV 的这个投射哈，所以说它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效果的。我们等会儿再管它。我们先来给咱们这个上面现在还是用的这个树纹嘛，把这个树纹改成一个小绿叶。这边大家可以到咱们的附件里面找到这个材质啊。好，利用这个颜色渐变节点呢，给这个树叶也可以换一个浅一点的颜色。好，这个小的树叶呢，目前看起来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它这个有点太大了哈，你可以调整咱们这个映射里面的缩放。我把鼠标点中像这样一拉，你就可以同时调整 XYZ 的这个缩放值，调得越大呢，这个树叶就会越密。但是咱们下面这个底色呢，咱们用的是个渐变色，但是好像没有任何渐变效果，无论我怎么去调，好像都有点问题。它就看不出来渐变，我尝试着调一下这个 Z 的旋转也是不行的哈，这是因为你现在用的是 UV 的投射模式，所以呢它这个边就看不出来你这个渐变，它理论上应该是显示一个 Z 方向的从下到上的一个渐变，但是它现在完全显示的是一个单色。
我把这个纹理坐标呢改成生成，生成是一个用的是世界坐标系哈，我把这个颜色稍微改浅一点，它确实是能够看出来一点点的渐变，但是它这个范围太小了，我还是改成这个物体的连接方式，但是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哈。我把这个线性呢改成这个缓动也没有什么反应，哦，原来是这个缩放哈，把这缩放改成1，改回1应该就好了，那它现在就正常了嘛。好，我稍微调一下这个颜色的位置哈，让它不要那么亮。因为你下面用的这个生成的纹理坐标嘛，所以你上面这个就没法共用了，你就得给它单独开一个纹理映射方式。我们 Ctrl T。好，这边呢我们把这个缩放稍微调大一点，这边呢还是使用 UV 的这种投射方式，但是这个纹理在这个台显上这个分布有点不太均匀，就是上面特别的多，但是这两边呢就一点都没有，这个可能跟它的 UV 有关。好，我们来检查一下它的 UV 哈，我们选中这个台显，然后在这边拉出来一个窗口，然后把这个窗口呢变成这个 UV 编辑器，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。好，这个时候你鼠标滚一下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纹理，然后 A 全选所有的点呢，这个 UV 图就出现了。它把上面这个底当成一圈单独展出来，然后旁边这一圈，因为我们是拉伸的嘛，所以它没有拉伸，它是一整个一条。好，我们 A 全选所有的点，按一下 U， 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智能 UV 展开。然后点击一下确定，它就会重新给你展开一套 UV。所以你看现在它新展的这个 UV 呢，就比之前的那个长条要狠很多。它一边呢平均的展开，那这样的纹理呢也在这个 UV 上分布会更加均匀一点。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实像呢，它也会更加均匀一点，对吧？通过这个案例呢，你就告诉大家，就是虽然我们选的是 UV 的这个纹理坐标，但是你要检查一下，就是当你看到你这个纹理不对的时候，你要检查一下你这个 UV 它这个自然展开的方式是不是对不对。如果不对的话，你再智能展开一下，基本上还是可以解决你大部分问题的。我把这个树墩的材质重新改一下哈，你可以不改，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哈。我想把它这个渐变稍微再调一下，我不要让它共用，跟刚才咱们这个台显一样，我不想跟它共用一套这种UV 的映射。我下面这个渐变呢，我还是用这个生成的映射，我把这个给断掉哈。好，点击这个 Find XYZ Ctrl T， 然后给它自动生成这样的一个坐标，这中间这个 Ctrl X 删掉，把这个连起来。那你看这样的话，我们用这个生成的这个投射方式的话，那你这个时候去改变这个渐变的话，会更加轻松容易一点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树墩我们就先做到这里。我们接下来做这个树，就是这个树干，把这两个给隐藏掉。树干其实你不需要重新做哈，你就直接link 一下，用同样的这个纹理就好了。我点击这个树干，然后在这里面找到这个 Tree Stem， 它就上去了，对吧？这个其实不需要改成这，我觉得这个正好。然后上面这个苔藓呢也是一样，我选择这个苔藓，然后点击这个 Moss， 这个苔藓也上好了。这个我也不想改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了。好，下面有一个龟背竹，龟背竹呢我们就给它一个正常的渐变就好了。我把这个窗口给拉上去合并啊。这个叶子呢我们用渐变的模式，所以我们找到当时我们做了个蘑菇杆，就是那个 Mushroom Stem 那个材质，然后我们先选择它。对吧？它本身就是一个渐变的一个颜色，我们只要改一下颜色就好了。你不要直接改，这边复制一下，改一个名字，龟背竹吧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改这个颜色就不影响之前的你那个蘑菇杆的颜色了。我调一个从深绿到这种墨绿的一个渐变吧。好，我们按住 Shift 选择另外两个叶子，然后最后选择这个叶子，然后 Ctrl L 关联材质，这两个叶子呢也被上好颜色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上这棵大树。这个大树其实也不需要你单独上颜色，我们还是用这个龟背竹的颜色。我们在材质里面找到刚才咱们做的那个龟背竹的这个材质，然后呢，我们选中这些其他的叶子，按照 Shift 最后选择这片叶子，然后 Ctrl L 关联材质，对吧？这其他也是一样哈，最后选择这个材质 Ctrl L 关联材质。那这上面这两片也是一样的哈，按照 Shift 最后选择这片，然后 Ctrl L 关联材质。好，下面这个树桩呢，就跟那个树桩是一样哈，我们还找到这个 Tree Stem。好，那这个也算是上好了。好，这个棕榈树呢，我们不单独上颜色，就给它用同样的这个龟背竹的这个颜色就可以，不需要再给它单独改颜色。让我们给这个石头上个颜色吧。石头就很简单，我们选择这个石头，然后给它新建一个材质，给它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灰色就好了。另外一个石头呢，就跟这个石头的颜色关联就可以 ，Shift 然后 Ctrl L 关联材质。好，最后我再讲一下这个朵花。这朵花的话，因为它的这个花蕊跟花瓣是分开做的嘛。它是一个父子体的关系，所以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呢，像这样一错，我们可以把它先合并 Ctrl J 合并成一个整体啊。不行，咱们这个花瓣是有这个修改器的话，这样的话它这样效果没有，我们 Ctrl Z 撤销一下。我们选择这个花瓣啊，你看一下这边有这两个修改器，一个实体化，然后一个这样的细分，我们右键
转换为网格，它就会自动把这些修改器应用。这个边也是右键转换为网格，它会自动应用它的修改器。然后我们 Shift 选中这两部分 Ctrl J， 那这时候合并的话，它就不会有这种影响了。那这种一个整体上色怎么办呢？我教一下大家啊，你可以在这边新建一个材质啊，我们给它一个，比如说花瓣，给它一个深的一个黄色吧。但是它会把整个的花蕊呢也给它变成一个黄色。然后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选中这个，然后 L 选中这所有的面，然后在这边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给它一个另外的一个颜色哈，然后把这个颜色呢指定给你选择的这个面，然后你 Tab 退出，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物体里面有两个材质，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内容哈，你就可以通过更改这些材质去更改它的这个每个花蕊的颜色了。好，最后呢还有一个蒙皮的树，蒙皮的树呢你需要把它先转换为网格，因为你像这样的话，你右键平滑着色它就不起作用的话，你需要在这边勾选平滑着色，你才可以平滑着色，这是蒙皮修改器哈。但是如果你要给这个蒙皮修改器的这个模型加纹理的话，你必须把它先转换成网格。我们右键然后转换为网格，好，右键平滑着色。好，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 Ctrl Shift T，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材质哈，这个在附件里面有，我们选择这个 Color， 选择这个 Roughness， 选择这个发线，然后它会自动给你加这个纹理。但是你现在这个树呢它是没有 UV 的，所以我们暂时你看不到咱们这个纹理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你这个情况下你不严格要求的话，你可以不用 UV， 你用这个生成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是能够看到纹理的，它会自动给你生成这样的一个有这个凹凸质感的这样的一个木头，要求不高嘛，因为它是个背景的一个元素。然后能把这个 color 呢变成我之前准备的一个斑马纹，然后打开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。我给它换一个比较密一点的斑马纹啊。好，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对这个花纹的这个分布不够满意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缩放稍微调大一点呢，它这个花纹就会分布的更加密一点。还是不要太密了，太密不好看哈。我们把它还是归到1左右，然后我们调节一下它这个花纹的方向，旋转方向，调一下这个 XY。我觉得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但是呢，我要给它改个颜色，我不能黑白的处嘛。改颜色怎么办呢？我们要 Shift A 新建一个转换器，颜色渐变。这个是一个老方法哈，就是你要改颜色，用颜色渐变节点，然后我可以通过这个白杆跟这个黑杆去改变它的颜色。我给它一个深棕到浅棕的一个树的颜色哈，大家可以用。这个颜色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这个颜色纸哈。然后白杆这边呢，我就选择这样一个比较稍微浅一点的棕色啊。好，确定。那咱们这个树的这个纹理呢，我们大概就加好了。它是一个比较，就是我们没有去展它的 UV，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概是可以满足我的要求的。可能稍微有一点细节的这种瑕疵，但是问题不大。你可以自己的去调一下这些旋转的角度啊，让它这个花纹稍微自然一点。那么今天的课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那我们下节课呢会正式进入咱们的粒子篇，我们下堂课再见。Cut tips.